今天我们来看一支特别有意思的球队，因为 ESPN 今天刚刚做了一份关于金州勇士队2026年休赛期的完整评估，结果只给了一个 C+，而更加扎眼的是 ESPN 给出的 BPI， 也就是篮球实力指数，只把勇士排在联盟第18名。第18名什么概念？不是总冠军热门，不是西部前3，甚至不是联盟前4，甚至不是联盟前10。但是你再看看这支球队最重要的那个人 Stephen Curry 已经38岁，上个赛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场均能拿到 26.6 分，三分球命中率 39.3%， 罚球 92.3%。 所以今天的勇士队真正的问题来了，不是库里还能不能打，而是库里明明还这么能打，勇士到底还准备等多久？今年的勇士休赛期 ESPN 给的总结非常有意思，他们用了一个思路，稳定和灵活性优先于一次巨大的改变。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勇士队这个夏天不是没有想过大动作，他们曾经进入过字母哥相关的讨论，也曾经尝试招募老詹，但最后真正的大鱼一个都没有来。勇士最终选择的是什么？留下格林，留下霍福德，留下波尔津吉斯，留下梅尔顿，再加上一些比较有限的补强，包括年轻新秀 Yaxel Lindberg。 也就是说，这个夏天结束之后，勇士并没有把整个阵容彻底推倒了重来，他们选择再看一看。而这几个字放在普通的球队身上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放在库里身边就非常危险，因为库里已经38岁了。这就是真正的矛盾。勇士管理层考虑的是选秀权、薪资空间、未来交易的弹性、2027年的操作空间，这些全部都很合理。但库里的身体不会按照勇士的工资帽规划继续等待，他不会因为球队保留了3个未来的选秀权就重新变回32岁。所以我们发现勇士现在同时拥有2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表。管理层的时间表是我们还能等，库里的时间表可能是我还剩几年。而最值得讨论的是，如果库里现在已经明显下滑，那么勇士保守一点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偏偏不是这样。上赛季库里只打了43场，健康确实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只要他站在场上，他的进攻表现依然那么夸张，场均 26.6 分，场均命中 4.4 个三分球，三分球命中率 39.3%。 一个38岁的后卫每场还能投进超过4个三分，效率还接近40%。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将数据，这是一个仍然能够改变对手防守结构的超级射手。所以勇士队现在最痛苦的地方就在这儿，库里已经老了，但他没有老到让你可以放弃现在。我们回到2009年，勇士队用第7顺位选中库里，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来自 Davidson 身材并不算特别强壮的后卫后来会彻底改变整个 NBA。 2015年第一次冠军，2017年冠军，2018年再拿一个冠军，2022年当许多人已经觉得勇士王朝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库里又带着球队重新拿了一次总冠军，4冠，2届 MVP， 1届总决赛 MVP。 所以时间来到今天，从22年的第4冠算起，已经过去了4年。勇士队上个赛季的战绩是多少？37胜45负，连 50% 胜率都没有。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勇士还是不是一支伟大的王朝球队，这个答案早已经没有争议。真正的问题是，这支勇士队准备怎么面对王朝最后一个真正还在燃烧的人。而勇士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变量 Jimmy Butler。 上赛季遭遇 ACL 伤势，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回到最高水平，到现在仍然是新赛季最大的未知数。如果他能够在赛季中段回来，而且恢复接近受伤之前的状态，那么勇士至少还可以重新判断这支球队到底值不值得在交易截止日前再休憨一次。可是反过来，如果巴特勒回来以后爆发力、状态或者出勤都明显受到影响，那勇士的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麻烦。因为你不能一直要求一个已经38岁的库里每个晚上帮你解决所有的问题。而 ESPN 今天还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注意，他们认为勇士队若想重新回到真正争冠的讨论里面，现在基本上需要出现2件事中的至少1件。第一件事，巴特勒强势回归；第二，勇士要完成一次有分量的交易。换句话说，维持现在这套阵容本身可能还不够。这就是为什么 ESPN 最终只给了勇士 C+。不是说他们每一笔操作都很差，
实际上，许多合同单独拿出来看都挺合理。问题是，合理的操作加合理的操作加在一起，不一定等于争冠的阵容。这句话特别适合今天的勇士。过去10几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思维，他们总是在考虑现在、未来，培养年轻球员，保存选秀权，保存体系，维持竞争力。过去这套逻辑非常成功，因为库里还有时间。2015年的库里有时间，18年的库里有时间，22年的库里，你甚至还可以相信他再等1-2年。但是今天38岁的库里，时间对他的意义已经完全不一样。你今年没有交易成功，不是简单的说，那我们明年再试试。因为到了明年，库里已经39岁，再1年40岁。这不是悲观，这是最简单的数学。而更有意思的是 ESPN 现在的 BPI 只把勇士排在联盟第18，也就是说，从模型的角度来看，勇士现在甚至不是一支明显的顶层强队。当然，篮球比赛不是 Excel 表格，如果库里健康，如果巴特勒恢复顺利，如果波尔津吉斯能够保持出勤，如果年轻球员突然成长，那么勇士完全有可能比这个排名强得多。但是老 K 刚才说了多少个如果，这才是勇士现在真正的问题。他们想争冠，他们需要很多事情同时往好的方向发生，而那些真正最顶级的争冠球队通常不会需要这么多如果。另外，今天的 ESPN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数据，格林一直以来都是勇士防守体系最重要的人，但上个赛季勇士在他不在场的时候，防守表现反而更好。这种情况在他整个职业生涯里只出现过很少的次数。这当然不代表格林突然不会防守了，但是他确实提醒我们，勇士核心阵容的年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库里一个人的问题。库里38岁，格林36岁，他也进入了职业生涯后期，而巴特勒又要从重大伤病里面恢复，所以勇士今年真正赌的其实不是一个球员，他们在赌时间。那么站在管理层的角度说一句，为什么他们不直接梭哈呢？因为梭哈也有风险。现在的 NBA 真正能够改变争冠格局的超级球星，根本不是你想买就可以买。你为了一个并不适合库里的球员，送走多个首轮选秀权，最后球队仍然进不了总决赛，那才是真正把未来一起毁掉。所以管理层的逻辑也可以理解，他们想保留资产，想保持合同的灵活性，然后等一个真正值得出手的人出现。从管理球队的角度来看，这很理性，但问题还是那一句，库里的年龄不一定允许你一直理性的等待。所以新赛季的勇士队真正值得看的，不是常规赛到底能赢42场，还是45场，还是48场，而是这支球队什么时候会做决定。如果从赛季开始以后，库里仍然保持全明星级别的表现，而巴特勒恢复的也不错，勇士的战绩在西部季后赛区，那到了交易截止日，管理层敢不敢真正再压一次？敢不敢用未来的选秀权换库里最后一次真正的争冠机会？还是他们仍然会告诉自己，再等等吧，2027年还有空间，未来还有机会。对于勇士队来说，未然当然永远存在，但是对库里来说，所谓未来已经非常具体，不是5年，不是10年，可能就是1-2个赛季。所以今天 ESPN 给了勇士队 C+，老 K 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不是这个评分本身，而是背后的问题。一个38岁，上赛季仍然场均 26.6 分，三分球接近40%，改变过整个篮球时代的球员，如果他现在还能够争冠军，他的球队到底应该保护未来，还是保护库里的最后几年？老 K 想问一句，如果你是勇士的总经理，现在摆在你面前有2个选择，第一，保住未来的选秀权，保住工资帽空间，等待最合适的机会；第二，今年就赌一次，只要出现真正能够帮助库里争冠的球星，未来首轮签我们可以谈，年轻球员我们可以谈，资产可以谈。那么你会选哪一个？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你觉得38岁的库里现在到底还剩几个真正的争冠赛季？2个还是1个？还是或许你认为以他的打法，他甚至可以撑过40岁？请在评论区告诉老 K， 因为对于现在的金州勇士队来说，他们最缺的东西可能已经不是另外一个选秀权，而是时间。好的，这里是老 K NBA， 一个有温度的篮球频道，山水有相逢，咱们后会有期。